好了，各位聽友大家好，我們開始今天的分享啊。先分享贾志蘭同学的一个體會啊，他是學習前面的課第711課710課，應該是講呼吸那一課，好像我記得啊。說李老師講要斷六根呢，說耳無聞，目無視，口無吐納，鼻無呼吸，手足無動靜啊，心當然沒有什麼思想了啊。說斷不了這六根，學的再多哈，練了再多少年的功也都沒有用。其實這斷六根就是在鍛鍊的那個時候啊，完了一呼吸一靜坐的時候，耳朵不聽了，眼睛不看了，鼻子好像也無呼吸了，這樣一種狀態啊。說修心是多麼重要啊！學習一節課就能改自己的錯，天天學就天天改錯，把慈愛永遠都帶在心裡。說有的時候呢，遇到了事兒啊，也就忘了李老師教的方法。遇到事兒的時候可能會忘啊，還有分辨心。說在我村的廟會上呀，人多，我說話就太多了。回到家之後啊，就和老伴兒說別人的事兒，跟廟會上遇到一些朋友啊，說，回到家裡就和老伴兒就說一些別人的一些閒事兒了啊。老伴兒說，你不是說老師講了不要計較嗎？我很驚訝的說，你把李老師講的記住了。說我特別高興，我平時學習了就講給老伴兒和孩子們聽，說沒想到他記住了。說感謝老師啊，讓我的家庭變得和諧、幸福、快樂、平安、健康。感謝所有分享的老師們啊，我向你們學習進步哈。有好幾個同學就跟我說自己平时在家裡面聽課，家裡面有其他人呢，可能有的时候還反對，還就是不想讓我去，就是反正不贊成吧。就過一段時間之後，他們嘴裡說的話，也是梁實鴻講的這個話，有的時候還拿這個話來教育他們哈。其實是潛移默化啊，不知不覺的，只要是美好的東西、善的東西，因為人心都是向善的嘛。你只要講的這些美好的、善的，對，慢慢聽耳朵，他聽一耳朵，慢慢就聽進去了。所以有的時候不要着急，說你為什麼不學習？你自己學習好了之後啊，生活中你周圍的人自然而然的也就受你的熏陶，開始就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了啊。好，今天我們繼續講這個合一的問題，就是說讓呼吸之後就體會到身心合一，人和周圍是一種合一的狀態。而這個合一的狀態其實就是個整體的狀態，這整體狀態就是平等的狀態，就沒有分別的狀態，就你和我是一體的，人和萬物是一體的這樣一種狀態。天人合一，身心合一。中國傳統文化我覺得非常核心的一點就是這樣的，人和大自天人是合一的，人的身心什麼也是合一的。所以我們在鍛鍊的時候，有了這種合一的體驗，合一的感受，那麼你就可以用到生活當中，在生活中展現這種合一的狀態啊，合一狀態。那麼在讓呼吸中合一的狀態，我們講了，在生活中走路、吃飯、說話、做事，什麼你都可以有這種合一的體驗啊，合一體驗，就把這種合一的體驗帶進去，你生活就會變得不一樣。那今天就講什麼呢？就把合一的体驗帶到生活當中，比如說你的善念、善行，就你做的好事兒。簡單來說哈，就是我們常常以為啊，就善是什麼？是一種道德要求，做好事嘛，就幫助別人，這當然這沒錯。但如果只停留在這一層上呀，那就善有的時候就成為一種負擔，一種交換，一種什麼？我在付出。你看有很多人就說，做了善事之後，他心裡面有的时候他不平衡。但如果我說每一個善念，每一個善行，其實都是什麼呢？都是合一本身在通過你去表達自己。這個合一到最後，每個人他每個東西萬事都有那個自己，那是一體的那個自己，都有那個空間，那個道都從那兒來的，合到那兒去了。所以我想說這個善的本質是什麼呢？善的本質是消融邊界。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這樣？有了邊界，人才不能合一，才分開了嘛。而善的本質是消融這個邊界。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這樣一個善念就是什麼呢？看見他人的痛苦如同自己的痛苦。看他那會兒呢，你也難受，他
他的痛苦，同你的痛苦。就在那一刻，你和他的界限模糊了，即使没有完全消除，它也模糊了。他的疼就是你的疼，甚至说你不是同情他，而是什么？你和他就在同一个感觉里。那一个善行呢，做一件善事，善行呢，就是把我的资源，我有的东西，比如说给了他，就变成了他的需要，就分享给他他的需要。就那一刻，我的和你的之间的那堵墙，就好像拆掉了一塊磚一樣，不是完全隔開的了。你不再是死死的守着這是我的，而願意什麼呢？讓它成為我們的，我分享給你。你看是不是也是在消除邊界，或者消除那堵牆？那一句溫暖的話，是讓我與你的隔閡暫時的消失。再說，你說，我理解你，我在這裡。朋友說，我在這兒呢，我陪着你，我理解你。這麼一句話，就你們不再是兩個獨立的個體，而是兩顆心在同一個頻率上震動。所以這個善念善行，它其實就是在消融這個邊界。所以善的本質它就是什麼？消融邊界。它不是我對你的施捨，說我對你的施捨，我給你怎麼樣，也不是高處對低處的憐憫，而是認出你我不是兩個，是一個。也可以說，善是合一的一個微型的樣本，那個大的合一天然，那是每一個善念善行，它就是一個合一的微型樣本。你在這呼吸中，我們體驗到了合一，我與呼吸一體，我與身體一體和空間一體那種狀態。合一狀態什麼？完整的、寧靜的、沒有分別的。而這種完整、寧靜、無分別的狀態，也是我們學習傳統文化或者人打坐呀、練功的人所追求的很美好的那種狀態。但你鍛鍊的時候，那種合一呢，更多的是內在發生的，你身體裡面感受到的。而善念和善行呢，就是把這份合一活到了外面去，活到外面。就每一次善念升起，每一次善行發生，其實都是在現實世界中創造一個合一的微型的樣本。比方說你鍛鍊的時候，哇，有這種人和大自然、人和人合一的那種狀態。你只是鍛鍊中，你有這種感受。這種感覺，生活中你去幫助別人的時候，善念善行在生活中實行的時候，就把這種合一的狀態創造成了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微型的樣本。就大自然的那種合一，在生活中一個一個小的合一展現出來。這個樣本可能很小，小到什麼樣啊？小到只是給陌生人一個微笑。那個微笑在說，我看見了，你和我一樣都是走在路上的人，你不是被人無視的。你這樣電梯裡面，一點頭一微笑，路上一微笑，對方覺得我是被人看見的，我不是被無視的。但有的時候你在電梯呢，這位你是無視他人的，目中無人。所以說，就小到給陌生人一個微笑，你被看見了，我們都是同路人。小到呢，只是在爭吵中選擇沉默，那個沉默在說什麼呢？我不需要贏，我選擇我們的關係大於我的正確。有的時候你認為我是正確的，最後把關係搞破裂了。你要贏，贏了之後關係破裂了。那我選擇什麼呢？選擇我們的關係大於我們的大於什麼？我的正確，就選擇我們的大於了什麼？我們的那不就是整體嗎？大於我，
單單就這句話，在生活中就非常好用。如果每一个人都能选擇我们的關係大於我的正確，那家裡面不知得少多少爭吵。大概想一想是不是這樣？有的時候你爭贏了，可能關係永遠破裂了。當然這不是說無原則的了，有時候說我們學習傳統文化之後就成老好人無原則的那種，那不是這樣。那原則問題上，那你該堅持，那一定要堅持。在是非的面前，在很多根本的問題上，那你該堅持就要堅持，並不是說我學習了傳統文化，我到哪之後啊都是老好人，什麼什麼那不是這樣。所以這種樣本很小，很小到什麼呢？只是在疲憊的時候，你已經很累了，但是你還願意傾聽。那個傾聽在說，你的話值得被聽見，哪怕我此刻很累，我也願意和你同頻。小到只是你下雨天舉那把傘，稍微往旁邊傾斜一點，讓身邊的人不被雨淋。當你這個傘往那邊一偏的時候，其實你的心就往那偏了，就把它罩住了，你就成了一個整體了。你光顧自己打傘，你把排到外面去了，這就不是合一，不是整體了。小到只是在電梯裡面等一等的幾秒鐘，等等後面跑進來的人；小到只是到餐廳對服務人員說一聲“哎呀，辛苦了”，你說辛苦了，你跟他建立了鏈接，你不理他，分開了。就這些善行微小到幾乎不值得一提，但是他們每一個它都是合一的樣子，合一的樣本。我們要學習傳統文化，要練這個天人合一，要練這種合一的狀態。從哪兒去合一呀？我們前面曾經有課講人天合一於愛，合一於善。我們前後講的這些課其實都是可以貫通的，一起來去感受的。天人合一在哪？合一於愛呀，於善吶，不是合一我爭吵，我能打起來了，在一塊打，這也是合一了，合一於惡了，合一於恨了，那不是真正的合一，也不是我們傳統文化所講的那個合一。說兩個人合一打起來了，說同歸於盡了，那也合一了，那不是那種合一。大家想什麼？就這些善行幾乎很小，但是很小很小的每一個，它都是一個完整的合一的樣本，都是合一的樣本。這有點像什麼呢？王陽明講的這個，比方說這個你修行你內在的這種聖賢品質，不是說你有100個，他有1個，這100個是聖賢，這一個他也是聖賢，就看他的純度怎麼樣。他這100個很純，那聖賢他能力很大。這一個只有1個，他這也是很純，他也是聖賢，他可能能力更小一些，但不過他的內在的那種品質也是很純正的，很純的。這個合一的狀態也是一樣。您問候，哎，謝謝您，您辛苦了，哎，這就是很小的一句話。你做一個很大的善行也是。這本質上它都是合一的樣本，這個小一點，那個大一點，那沒關係，那個純度，那個本質都是一樣，都是合一的。那你可能會想，這麼小的事兒，它能起多大作用啊？那我們前面講過好多次這樣的話了，就一粒石子扔到湖面，漣漪一小圈，但這一小圈推動下一圈，一圈一圈一圈。你不知道它能傳多遠，就你的一個善念一個善心，你不知道它會觸動誰的心。就你的微笑，也許是一個沮喪的人呢，那一天收到的唯一的善意。真的，你那點溫暖可能阻止了一個人去做一件傻事兒，他後來可能會把這份善意傳給另外一個人，那個人又會傳給下一個人。
就善的傳播，注意它不是線性的，它可能是網絡性，像光一樣，不需要知道前方是誰。那光它一照光，那光想，哎呦，前面是誰？我要不要照它？不需要知道前方是，它只是管亮。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？有很多话真的很有意思。那个光，它没有分别说我前面是誰，我再去照。它不管前面是誰，它只是亮着，自然就能照亮。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？它只是管亮，不管它不去分辨我这亮，我到底是照的是誰，我才亮啊？这是个好人還是壞人？我認識不認識？它沒有這個，是吧？它只是管亮着，自然就能照亮。這有些話題我們以後可能會作為一些專題來跟大家分享，就真的是這樣，就我們要活就活成這樣，他就不累了，不要做一件事要心想我給不給他做啊，這個人好像大家想是不是這樣？有時候生活中你不同的朋友之間也是這樣，你覺得這個朋友怎麼，那個朋友怎麼樣，你會很多掂量，很多分辨。但如果你像光一樣，不管前方照的是誰，我只管亮，自然就能照亮。那每一束光都很弱，但無數的光合到一塊匯聚，那就不一樣了。大概是不是這樣？是你一個人覺得，哎呀，我這個太渺小了，做不了什麼大事，改變不了世界。說改變世界，這是偉人做的事。大家注意啊，世界啊不是被少數人的大事改變，世界是被無數普通人、無數微小的善念善行一點點焐熱的。真的，它是被無數人、無數個微小的善念善行一點點焐熱的。可能一個改變，可能一件大事變化了，可是世界變得溫暖，那需要無數人一點點善念善行，慢慢的暖熱了、焐熱了。你真的就像黑夜裡的星星，一顆星的光很弱，幾乎照不亮腳下的路，但滿天的星光匯聚，就能讓趕路的人抬頭看見方向。這就是什麼？真善美的心靈之光。我在前面分享陪爸媽小記的那時候講過，就無數的兒女對父女的那個笑，我們沒有攝像機把它記下來，可是我們的心是個攝像機把它記下來。我們沒有帶攝像機把它傳到那個網絡上去，把它變成短視頻傳到網絡上去，但我們心中那個善傳到了虛空之網，它成為光啊。但是不單單是兒女對父母的笑是這樣，你生活中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件美好的事情，助人的事情，它都成為光，它都成為你心中那個攝像機被記錄下來的信息，它也成為光傳上去了，傳到虛空之中了。人在做，天在看嘛，那個自己偉大的自己，它記錄着這一切。所以的一點點小小的真善美的心靈之光匯聚而成，那就不一樣。真的，大家不要認為你做這一件事說做完就完了，不會的。你心中有記憶，那個自己連同那個偉大的自己，那個光就上傳了。其實我講了，不是上傳，同時就是說上傳還有個上下，還有個分別。你就記錄在整個虛空，就在虛空中就發生了，就你在此時此地發生的，也就在整個虛空發生的。就你這一個念頭一動，所以一動說波及四方，那只是波及四方，我想只是什麼？我們用常態的那個波的感覺去形容它，就波及四方。其實我覺得不然，感受到的也是不是這樣。就你這一動，就整個世界它都動了。波及還有一個時間去傳遞時間的過程，還有個空間的過程。而事實你這一動，
全體都動，那是同时的发生变化的。它不是我们常规眼睛三维世界那个从这儿从此到彼，从这儿这个时间这麼走過去的波動過，哪怕再快它也有個波動，沒有的，同時就發生的。有人，那當然我們需要讓心靈中真善美之光就照亮整個路了。就每一束光很微弱，微弱的一個人就可以把它熄滅。大家想是不是這樣？為什麼可以熄滅這個心靈之光呢？你只要選擇冷漠，選擇抱怨，選擇視而不見，你的心靈光就滅了。但每一束光也很強，因為點亮它的那個人，你選擇不讓它滅。你看有的人無論生活中發生什麼事兒，他都選擇善良。有的人可能就不是這樣，是泯滅良知，是昧了良心，那就把那光蓋住了。大家想是不是這樣？但是總有人，我覺得還有更多的人是這樣，他選擇讓它亮着。所以說善呀，是達到合一最直接的實踐。就像過去講的，合一於愛，合一於善。真的，過去有人問過我說修行啊是那麼高深，合一那麼玄妙，我從哪兒開始啊？我就答了，就從下一個善念開始。就當你走在路上，看到有人需要幫助，你不要想我該不該幫，就直接伸手，我去幫他了。他摔倒了，我馬上就把他扶起來。就那個直接，就是沒有我在算計，他就是合一，通過你去行動。當家人說了一句讓你生氣的話，不要立刻反擊，先停個幾秒。就那幾秒裡面呢，停個3秒吧。哎，你感受到他情緒背後可能也有苦，那個感受就是合一，通過你去傾聽，通過你去表達，讓新的合一產生。就你內在有那個合一，要在生活中表達出合一，再建一個合一。就那個時候，那個合一通過你去傾聽，通過你去擴展。你不要說我當練功的時候，我練功很好，狀態很好，這個好的狀態是不是亂了？為什麼你出不去？你不能把你所謂有的那個好的狀態變成現實，那也就說明你內在那個狀態是個虛的，是沒有力量的，是沒有力量的。那就是什麼功夫啊？那禪房裡的功夫，口頭上的功夫，蒲團上的功夫，那不是真功夫。真功夫不是你的蒲團上的，不是你在禪房裡的，不是你在練功場的，而在生活當中的每一個瞬間，你是怎麼選擇的？你是選擇合一，還是選擇分離？大家想是不是這樣？是你內在有合一，生活中這個合一它總要出來去表達呀，但往往很多人就不表達，我就是合一，我對吧？那沒有實踐不行，那就不叫知行合一了。大家覺得是不是這樣啊？這是很深刻的，大家要去反思的東西。當你獨處的時候，你升起一個祝福的念頭啊，願眾生平安，願世界少一點苦，就那個祝福，就是你和你內在的合一，它通過你就怎麼樣去擴散，去延展。所以善呀，大家注意，它不是修行的附加品，不是說我修行好了我再去行善，不是，善就是修行本身，因為每一次善行都是在練習消融我的邊界，消融我的邊界，你才能人天合一呀。我們要練天人合一，不是嗎？所以從今天起啊，就好像要善呀成為你的呼吸。你呼吸重要不要？太重要了，沒有呼吸你就沒有命了。那麼就是把善當成呼吸一樣重要。
你也不必刻意說去做什麼大的善事，就从最日常的小事開始，給家人倒杯水呀，给快递员说声謝謝呀，在網上看到很好，留一句鼓勵的話呀，在別人抱怨的時候給一個理解的點頭啊，這些事小的真的不費力，一點都不費力，但他們每一個都是在為這個世界添加一份合一的樣本，都是在把你內在鍛鍊所謂那個合一的感受把它顯現出来。你功夫怎麼得落實到生活當中呢？所以你不是在行善，你是合一，在通過你呼吸，通過你伸手，通过什么？通过你的微笑，合一在通过它展現出来。你也不是一個人在發光，你是無數光中的一束。你不單純說我就一個人在這樣做，不會，無數人在這樣做。你是那光的一束，當足夠多的光匯聚，黑夜也就變成了黎明。甚至說無數光的匯聚變成激光了，變得更加有力量了。真的，所以從現在開始啊，就讓善念如呼吸般自然，就是我想善的事兒就很自然。真的有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你会想那個人怎麼會這麼想那個壞的東西，他怎麼會這麼想？你看很多善良的人就會覺得他怎麼會這麼想，他怎麼會這樣做？因為那個善良的人，他那個善就像呼吸一般自然，他自然而然他就做好事去了。你想象不到那個人怎麼会想那個不好的念頭，會做那不好的事，他就不能理解。因為什麼？他從小天生他就是要去行善的。說讓善念如同呼吸般自然，讓善行如同走路般平常，不必問有沒有用，不必問有沒有人看見。你亮了，世界就亮了一點；你合一了，分裂就少一分。這就是善，這就是合一，這就是你在成為你自己。所以今天講的這個話題啊，我覺得是聽起來好像是講善，做好事，好像是道德說教，其實完全不是，它是實實在在的修行。當你每一次把合一通過你的善行善念展現出來的時候，当你每一次展現出來，你獲得的是什麼呢？你的身心是合一的，你和大道是合一的。我們講用愛護生命，不就是幹這樣的事情嗎？當你用愛護生命，你就是把那個合一拓展開了，而在拓展開合一的過程中，你的身心合一，你和大道合一。所以用愛護生命，那首先來講，愛的是你自己，護的是你自己呀。也只有在生命中你自己體會到了這種合一之愛，有了這種東西，你才能真正分享出去，真正分享出去。所以這個鍛鍊，今天跟大家分享這課，其實每一天課都講，其實都是這樣的東西。你就是要體會我內在有的東西，要通過生活中展現出来。生活中不單純是我在這想，我在這祝福，但祝福很好，不單單是我行動中把它表達出来，這叫知行合一。我內在有這種東西，直接就表現出來外在的東西。就你做的不是我知道這個我要去做，當然這也是知行合一，就是它自然就成為了那種行為。就你的那个知，自然就成為行，它就是行。你那個行，它也就是知，它是一個的東西。所以這個不就是修行嗎？每一次善念善行都在消融這個邊界，消融了邊界，合一出現了，展現出來了。你展現一個合一，他展現合一，就展現一個美好。看這個好，這個好，這個好。有人可能眼睛看不到，但是他能感受得到。那麼感受到每個人這個合一就誘發了，或者是喚醒了他的那個合一。
無數人都被喚醒了，這個世界不就美好了嗎？是吧？好了，现在啊，大家我们就先坐着啊，坐一会儿，安静，安静。这一坐，立刻你感觉全身啊，就那个我，不了，松開手了，眼耳鼻舌身意所有的精氣神都就好像縮回來了，那個頭腦一下恍恍惚惚，平常能動的都不動了，因為所能動者皆是我在動，它都不動，讓我呀無處着落。這時候生命自己的動展現出來了，最明顯的就是呼吸。那個我恍惚了，那個覺知就清醒了。覺知與呼吸一起，心息相依。切斷了感官和外面世界的連接。
所有的注意力、覺知力全部回歸體內。心息相依，如果你的心还在耳朵上有一些，那就讓這個心通過耳朵去聽息，而不聽外面。如果你還有看的那個覺知和慾望，那麼看裡面，看那個呼吸關係。如果你的皮膚感覺還像感覺外面，還對外面的空氣等等有感覺，那麼往裡面覺息。平常所有向外的感覺通道全部回來，心息相依。身體裡面所謂的丹田，3個丹田是貫通的，或者說全身處處是丹田，全身各處節節貫通。
全部的精神100%合于呼吸。复歸自己。全身无处不在的自己。是自己在呼吸。全身自己在呼吸。
坐在這兒，除了呼吸，沒有絲毫多餘的動。沒有絲毫頭腦主動的那種動，讓呼吸自動。那就不單純是鼻孔的動了，全身呼吸的自動。定住身體不動，自己自動。呼吸自動。
全神貫注於體內，內在所能动者皆不動，內在那個自己為自己修復身體，安靜。想竖立的也可以竖立，但只要站好了，
所能動者皆不動，你動不動？就是平常你能动的都不动。在這種狀態下，讓呼吸的自然的動，就能夠自然的帶動身體氣血的變化。这樣那個我一來，立刻心息相依，回到那個合一的狀態上。那個合一的狀態越清晰啊，那個雜念就越來不了。杂念会越來越少，來了也只是在外面飄而過。那個合一的狀態非常完整，不容易被輕易的打破。
就是放鬆覺知呼吸，全部的精神，全部的覺知力都在呼吸上。你只是覺知頭腦恍恍惚惚，有时候鍛鍊是需要時間的，就这麼待着不動。所謂公道自然者，待着待着就有變化了。鍛鍊呀，它不像吃飯可以有快餐，心性上的功夫必須下道了，下到你的功夫。一個是你要專注有那個狀態，再一個需要時間，因為你整個身體呀，已經習慣於過去的那些模式，要有新的狀態，需要時間讓身體換勁兒、換心、換生命的需要換，需要清理、淨化，你得給它時間，耐得住寂寞。忍得住所謂的無聊。大家手扶在肚脐上，可以慢慢的收工。你願意站，願意坐，也可以繼續站着、坐着聽我說也行啊。安靜。大家注意啊，我們最近靜坐坐在這兒可能比較多一點，比過去靜坐的時間長一些。大家注意，無論你是坐還是站你這麼一待，特別要注意那個是所能動者皆不動。這個所能動者就是平常你頭腦那個我能指揮的，說這兒雇傭，那兒動一動，一會兒這樣動，這會兒都不動。當然完全做到不動也不容易，盡量的不動。所能你平常你能所謂能主動動的那我都不動，全都不動，這一點是最重要的、最核心的。全都不動，
你呼吸不能不動啊，你只有呼吸在動。然後你就听着那个呼吸，看着那呼吸，其實就是覺知這個呼吸，心息相依。所能動者一動，你就干擾了他自己動。所能動者是我在動。但我們鍛鍊要練的什麼？練的那個自己要動起來。當然這個自己動不是說能自發功那個動，不是這樣，就內在自己去發生變化去，讓內在那個變化自己進行。是你這呼吸一吸，呼一吸，那個呼吸引起的動，哇，你慢慢覺得，哇，好像全身皮膚在呼吸了。你這會注意到丹田這一呼吸，好像那個百會這個穴位也跟着呼吸了。你好像注意的是腹部下丹田，可是中丹田和上丹田也在有变化了。总之，你这一吸，有的不是这種丹田的這種變化，就是全身那毛孔啊，哪兒都有變化了。慢慢的，鼻孔的呼吸就越來越微弱了，甚至你這個胸腹就沒什麼起伏，可你裡面有很大的變化，內臟就發生變化了。但這個我不會說是什麼樣的，因為每個人他是不一樣，你不要一說你就去想，那不行。就是關鍵是我這一動，我不動，我不動，就是我解開了之後，那我一解開了，眼耳鼻舌身意啪回到這兒，到裡面，涵養住它了。平常被拽出去了，平常你這五馬分屍四分五裂，這兒就你看說有人忙的天天呀，忙的像没頭蒼一樣，真是拽。現在都说那個神全了，氣全了，精也就全。所以這個時候你眼耳鼻舌好像隔斷了和社會的連接，你就好像進入一種什麼狀態啊？後面我們還要講這個，進入一種如入無人之境的狀態，好像與世隔絕了。這個與世隔絕的是你頭腦中的那個主觀的思維世界，其實它不是指真正說和這個世界隔絕了。當你真正斷掉了你頭腦思維這個世界我之後，你才能真正的和外面的客觀世界相合，不然的話那個我在那擋着，你不好相合。所以這個合一在什麼時候才能發生呢？那個我掉了才能發生。所以我們去行善做善事的人幫助你的時候，那個我就少了一分，它就合一一分。這是生活中的道理，也是鍛鍊的心法，也是方法，它就是這樣的。所以你在練的時候就練這個本領了。我這一呆，那個我不動，不要一會兒我要動，一動就是我在動，我不動，讓那個我他想動，沒有讓他，你比方說那個我要來了，他想指揮你身體，可你身體不讓他指揮不動，那個我無處安放，無處指揮，慢慢他就離你身體遠了，離你而遠。我就只是比方這樣就是說法哈，就這樣不動。所以你在做的時候，你正坐也站，坐和站這個不動至關重要。不動，哎，你不動，內在那個氣血它就動起來了。那個動才真正是自己的那個動，自然而然的內在的經絡氣血的變化。當然我們說着經絡氣血就是你全身吧，那個變化就出來了，就不一樣了。所以我想停下來，特別想跟大家強調一下，就是這個不動。不動，慢慢有時候你從外面不動，你會發現裡面你一直有東西在動。哎，把那個一直在動，再不動，可能過一陣又發現裡面還有東西在，有的時候在裡面像鐘擺着，不停的在動，有時候你都不知道，突然我裡面一直在，還在又不動，再不動，
就好像從表层意识往深层走。那个不动，是这樣一弄，往下一弄，從外面到裡面，不動。好吧，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兒，大家去沒事琢磨琢磨，以後有機會我再說多說這個鍛鍊中最核心的這樣一個內容。今天就分享到這兒，謝謝大家。